观音菩萨的由来及传说上，观音菩萨是佛教中最受尊崇的菩萨之一，其慈悲和救苦救难的形象在东亚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。本文将探讨观音菩萨的起源、佛教经典中的记载，以及流传于民间的各种传说故事，并分析其对文化和社会的深远影响。观音菩萨的起源可追溯到早期佛教，尤其是在《法华经》和《华严经》中得到详尽描述。《法华经》是佛教中的重要经典，全面阐述了佛陀的智慧和慈悲。其中，《法华经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简称普门品，专门讲述了观世音菩萨、观音菩萨的功德和慈悲救度众生的事迹。这一品在佛教信仰中具有深远的影响。观世音菩萨的名字意为观察世间音声，象征住菩萨能够聆听并回应众生的苦难呼唤。《法华经》中描述观音具有无畏施的特性，即能解除众生的恐惧，给予他们心灵的安慰和救助。在普门品中，佛陀告诉无尽意菩萨，观世音菩萨能应众生的不同需求而化现为33种形象，包括佛、菩萨、国王、凡人等，以适应不同众生的信仰和需求。这种化身万千的能力体现了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和智慧。此外，普门品中列举了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种种神力，包括遇难消灾，当众生遇到困难或危险时，如火灾、水灾、刑罚、疾病、恶鬼等，只要诚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便能够化险为夷，转危为安，满足愿望。无论是求子、求福、求智慧，只要真诚祈求观音菩萨，皆能如愿以偿，脱离恶道。众生若堕入三恶道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观音菩萨亦能以慈悲之力拯救，使其重返善道。由于普门品强调了观音菩萨的慈悲救度之力，使其成为佛教信徒日常生活中最常诵念的经文之一。信徒通过念诵普门品，祈求观音菩萨的庇佑和指引，寄托住对平安和幸福的期盼。《法华经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对观音菩萨的描绘，不仅展示了菩萨的慈悲和智慧，也反映了佛教对人类苦难的深刻理解和对解脱之道的指引。《华严经》是大乘佛教的经典之一，被誉为佛教教义的圆满呈现，对东亚佛教的思想和信仰具有重要影响。在这部经典中，观世音菩萨、观音菩萨以其慈悲和智慧的形象出现，与众多菩萨一起，彰显了佛教世界观的浩瀚和菩萨行的伟大。在《华严经》中，观音菩萨被描绘为一位大悲愿力的菩萨，与其他菩萨如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共同弘扬佛法。观音菩萨以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难著称，具备广大而深邃的智慧，能随顺众生根基而现种种化身，帮助众生解脱苦难，走向觉悟之道。华严经中的观音菩萨特别强调了不思议解脱境界的功德。观音菩萨能够透过自身的慈悲愿力，深入世间而不染于世，并借此引导众生修行。华严经强调观音菩萨的慈悲力量可以跨越时空和障碍，救度一切苦难中的众生。华严经中提到观音菩萨修行的普贤行愿，这是菩萨行的重要部分，强调在智慧与慈悲中实践10种大愿。1. 礼敬诸佛，尊敬与礼拜一切佛陀。2. 称赞如来，赞美佛陀的功德与智慧。3. 广修供养，
不仅物质供养，更在行为上供养。4. 忏悔业障，反省并忏悔自己的过错。5. 随喜功德，随喜他人的善行和成就。6. 请转法轮，请求佛陀讲法。7. 请佛住世，祈请佛陀长久住世。8. 常随佛学，时刻学习佛陀的行为和教法。9. 恒顺众生，顺应众生的需求而施以教化。10. 普皆回向，将自己的一切功德回向众生，愿一切众生皆能成佛。在《华严经》所描述的华严境界中，观音菩萨与其他菩萨共同参与，形成了一个祥和而庄严的法界，象征诸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可成佛的伟大愿景。观音菩萨的慈悲精神和智慧引导众生体悟这种境界，并激励信徒以观音的慈悲和勇气行持菩萨道。华严经中的观世音菩萨形象，象征住慈悲与智慧的圆满融合。在这部经典中，观音菩萨的愿力和修行激励住信徒以慈悲为怀，实践菩萨行，并努力达到自我觉悟与解脱。观音菩萨是佛教中最受崇拜的菩萨之一，以慈悲和救度众生著称。在东亚地区，观音菩萨的形象逐渐女性化，这一现象成为佛教文化与当地传统文化交融的典范。最初，观音菩萨在印度佛教中被描绘为男性形象，名为观世音，一直能够聆听和回应世间的苦难声音。然而，随着佛教的传播，尤其是在中国唐代以后，观音菩萨逐渐转变为女性形象，并被广泛接受和崇拜。这一转变的背后有多重因素。文化融合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慈母形象深受崇拜，如西王母和瑶池圣母等神祇。在这种文化背景下，观音菩萨自然地与女性慈爱、温柔的特质相融合，成为母性慈悲的象征。宗教适应，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，为适应当地信仰需求和文化风俗，逐渐调整了观音菩萨的形象，使之更加贴合中国民众的精神需求。经典影响，一些佛教经典中对观音菩萨的描述具有性别的模糊性，这也为观音形象的女性化提供了空间。例如，法华经中提到观音菩萨能够化现多种形象，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。观音菩萨的女性化形象在艺术作品中得到广泛展现，她通常被描绘为一位手持净瓶、身着白衣的女子，面容慈祥，姿态优雅，净瓶中盛满甘露，象征慈悲与救度。信仰的普及，观音菩萨的女性形象促进了其信仰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广泛流行，尤其受到女性信徒的喜爱。她被视为慈爱的母亲，可以倾听和回应信徒的祈求，特别是关于家庭和子女的问题。送子观音的崇拜，在中国民间，观音菩萨被崇拜为送子观音，人们相信她能够赐予子嗣，满足家庭对子孙繁衍的愿望。这一形象由受不孕家庭和新婚夫妇的信奉。慈悲精神的强调，观音菩萨的女性化形象强化了慈悲、宽容和爱心的精神价值。这些价值观影响了东亚地区的伦理和道德标准。观音菩萨形象的女性化，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交融的结果。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宗教信仰的适应性，也反映了东亚社会对慈悲和母爱的崇高理想。送子观音是观音菩萨的一种形象，
特别受到东亚地区信徒的崇拜，尤其在中国、台湾、香港等地广泛流行。送子观音被视为掌管生育的慈悲女神，象征着对子嗣繁衍的祝福。这一形象的形成融合了佛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，反映了人们对生育和家庭幸福的深切愿望。送子观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观音菩萨的女性化过程。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，观音逐渐被塑造成一位柔慈爱的女性形象，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母性和慈爱的重视密切相关。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送子观音的民间传说，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，观音菩萨化身为一位美丽的妇女，手抱婴儿，赐予无子嗣的夫妻子女，满足他们对家族延续的渴望。这些故事强调了观音菩萨的慈悲和救度力量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，生育和子嗣被视为家庭幸福的重要标志。儒家思想强调孝道和家族繁衍，使得子嗣的重要性更加突出。送子观音的形象因此应运而生，成为满足这一社会需求的信仰象征。送子观音通常被描绘为一位慈祥的女性，手持婴儿或携带莲花，象征住生命的孕育和新生。她的形象展现出一种安详与慈爱的气质，常见于庙宇、雕像、壁画等艺术形式中，成为民众祈求子嗣的精神依托。送子观音信仰强调家庭和子嗣的重要性，促进了传统家庭价值观的传承。许多夫妇在祈求子嗣时，会到寺庙中供奉送子观音，希望能够得到菩萨的庇佑。受送子观音慈悲精神的启发，许多信徒参与慈善事业，帮助贫困家庭和无子嗣的夫妻，传递观音菩萨的慈悲理念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送子观音的信仰也在不断适应现代化的需求。在一些现代城市，送子观音成为提升生育率和家庭幸福的象征，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信仰活动。送子观音的形成是一个融合佛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。这一形象满足了人们对生育和家庭幸福的深切期盼。通过观音菩萨的慈悲和救度，信徒们在信仰中找到心灵的安慰和希望。